Hello，大家好，我是 Macy's， 也可以叫我丽儿。这支影片呢是要教大家如何正确且有效率购买 Macy's 生命灵数专属命盘配置的水晶手链。希望有这支影片的引导，你可以更了解自己的需求，也能够正视自己的课题。既然花了钱买了这条能量手链，就一定要活用，不要辜负自己的一片心意哦。在购买的时候，你可能会考虑说要不要买有命盘解析录音档的方案。那买这一条生命灵数水晶手链，你可能要先想说是要给自己戴的，还是要给别人戴的？那你觉得有没有需要去了解自己跟水晶人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想要了解老师是如何将你的命盘去做水晶配置的话，那就一定要选择有命盘解析录音档的方案，因为你可以更了解你目前的问题是什么数字能量所造成的，是命盘中的连线，还是空缺数，还是主修数所带来的人生课题。在录音档都会有很明确的说明，我配置的生命灵数手链呢，不会因为你的年龄不同而有差异很大的水晶配置。基本上你的生日、星座、血型从一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所以水晶能量的作用就是要去疗愈你命盘中不平衡的数字能量。因此不管是过多还是没有，都会造成后天运势的影响哦。所以如果这一条手链你愿意戴的话，你是可以戴一辈子没有问题的。至于需不需要购买有命盘解析录音档的方案，就是可以看你个人的预算跟需求。如果你觉得你非常信任老师，但是目前预算的关系没办法购买含有命盘解析录音档的话，那就可以先购买纯水晶手链的方案。那一样也会按照你的命盘进行配置，只是少了说明与命盘解析还有关于未来的提醒而已。等到你预算比较充足的时候，再另外找时间跟老师预约生命灵数快问快答咨商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个状况就是之前可能已经找过老师咨商了，觉得不用再了解命盘跟水晶之间的关系跟许愿方式等等，那也可以直接购买纯水晶手链的方案。但如果你本身对于自己人生蓝图还是有很多未知，并且感觉自身难以突破现状的话，老师这边还是强烈建议选择有命盘解析录音档的水晶手链方案，对你来说可能会比较好。那如果你听完录音档之后也想要跟老师进一步深入了解，都欢迎再跟老师另外进行预约哦。如果你有仔细去阅读我们的订购流程，你就会发现好像有很多东西是需要确认的，那这些资讯对于我们的命盘来说是都有意义的。这边就是要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老师需要这些资料才能来帮你配置一条专属你的生命灵数水晶手链。第一，每一条水晶手链呢，务必都要配至少一个银饰。老师亲自测试一个银饰就足够帮水晶抵挡恶灵或一些低等灵体的入侵。因为像大部分水晶本身呢，是一种全开放的磁场，不管好坏都会吸引过来。只有少部分的水晶矿石，例如像朱砂或者是黑曜石、黑碧玺本身的辟邪能量与攻击力本来就比较高，那单纯戴这样的一个纯水晶手链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其他一般的水晶其实是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抵御能力的。因此加一个银饰是最简单的方法。那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是因为老师之前也有测试过铜饰跟黄金金饰。铜饰本身呢，它是比银饰跟金饰更容易氧化的，因为人体会分泌汗水跟油脂，对于铜饰的氧化速度会比较快，保养也会比较繁琐，另外重量也会比银饰跟金饰再重一点，造型的话也不多，所以大多都会看起来比较复古的款式。那对于水晶来说，我是觉得是有用啦，但我会觉得铜饰更适合以铜线的形式在奥冈塔里面跟水晶进行共振，那这样共振出来的能量呢，会对这个环境会更好，也会比做成水晶手链会更有效果一些。至于金饰的部分，老师个人觉得是比较没有什么太大感觉的，因为小型的金饰的那种吊坠呢，其实是很多都做空心的，所以很容易就不小心压坏。那像我真的就是压坏我的小金壶，所以就蛮心疼的。那至于真正的黄金，我们也不会做太大，因为毕竟很贵嘛。所以最重要的是，我感受到这个黄金跟水晶的共振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也没有感觉到它有保护水晶的一个能量场。
在测试过程中呢，我是有特别带不同的金属饰品跟水晶手链串在一起，然后去相对比较多阿飘的地方，然后去看看那些阿飘有什么反应。只有银饰跟铜饰是让阿飘比较不敢靠近的。当然，如果说这个黄金饰品之前是有经过道行比较高深的师傅开光加持过的话，那也会有一定的辟邪效果。老师在实验室是不佩戴任何开光加持的东西，纯粹就只有测试黄金、黄铜跟 S925 银饰的水晶手链，对于比较阴的地方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那黄金的水晶手链呢，基本上阿飘是完全是敢摸的，也很敢靠近的。只是当我在他想要入灵的时候，我是直接就是用手印跟咒语直接把他打退，所以最后我才会选择用银饰。那除了银饰抵御外灵的效果比较好以外，当然也是它在市面上的造型也比较多。对于个案来说，某些图案对自己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象征意义，例如和平象可能会带给人有一种充满爱跟温暖的感觉，也有人觉得大象是象征和平的，有的人会觉得大象是可以带来丰盛财富的感觉等等。所以每个人对于同样一个图案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解说，因此每一个银饰呢都是老师精挑细选的款式，每一个款式基本上它的数量都是比较少的，卖完就真的就没有了，因为要进的话其实工厂那边也都没有生产。好，所以手链是你自己每天都要看的，我会觉得你更应该选择对自己有正向意义的银饰，这样每一天都可以对自己潜移默化，进而成为更理想中的自己。那银饰跟水晶都是对于我们佩戴者有很重要意义的，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审慎的评估哦。第二就是由于生命灵数水晶手链是依照个案的生命灵数命盘来进行配置的，因此老师这边就会需要佩戴者的本名，如果你有改过名字，就是用你最新的名字就好。再来就是要出生的西元年月日，21岁以下才需要提供准确的出生时间。那如果你是有晚报户口的状况，那就是以你平常在过生日的为主，或是以身份证上的生日为主也可以。然后再来就是血型星座，那因为有些人的星座是刚好在交接处，所以需要以自己的星盘中的太阳星座为主。这些资料呢都是命盘所需要的，所以少了一个可能就会有不精准的状况发生。虽然水晶本身的疗愈效果多少都会有一些重叠之处，但是如果你的命盘不正确，就有可能会有该平衡的没有去平衡到，反而是你原本已经平衡的又浪费了水晶颗数去疗愈的一个状况产生。第三就是有个案问过，一个人戴一条真的就够了吗？我说其实我们的手围早就已经决定了我们需要多少的能量，因为如果尺寸过大或过小我们都戴不了，因为钱币就是手腕到手肘的地方是圆锥体，所以只有一定的范围可以去佩戴手链，毕竟我们也不会看到有人把手表戴到手肘去嘛，对不对？所以老师这边在规划手链的时候，需要个案测量手腕关节往后3公分的地方。如果你有戴手表的话，就请你戴上手表之后的位置再来量。除了舒适度会比较好以外，这一段的尺寸是通常是比较不会有大幅度的变化啦，除非你突然间变胖很多，或是你突然间变瘦很多。那如果你今天要戴2条以上的水晶手链，当然是可以的啊，但你可能会发现戴到第4条水晶手链的时候，就会开始觉得你的手负担会有点重，而且也会做事情啊，也会各方面会有一些影响。因此无论是在使用者的体验上，或者是能量的需求上，钱币侧面的加总长度呢，不要去超过4公分是最佳的佩戴数量。比如说像老师现在有戴2条水晶，然后跟一个手镯，如果再戴1条、第3条、第4条水晶手链，这样就有4层了。这样就太多了，因为你还要再戴一个手表。我这边的话就不会戴到那么多条，我可能就是你今天戴2条水晶手链，要跟一个手镯，就是直接戴手表就可以了。对，因为这样的话，至少你不会觉得这里这么的紧。所以这边呢，就是钱币侧面加总的长度一定不要超过4公分，我觉得是最好的。所以在制作手链之前，你一定要提供给我正确的手围数据，这样我们才能做最适合你戴的生命灵数水晶手链哦。
再来就是我都会推荐我的个案，就是可以另外加购廖文琼老师的西施法系能量校准吊牌，因为吊牌上呢有老师研究7年的能量校准金箔，是承载加持力最好的媒介。而水晶手链上有西施法系能量校准金箔吊牌的加持呢，它可以去放大及保护水晶的能量，加快共振跟转运的速度。这边老师就是想示范一下，就是用0摆然后去测试一个水晶的一个能量。好，那我现在手边呢有2条水晶手链，一条是我们的生命灵数水晶手链，然后另外一条是超7水晶手链。好，首先我们先测试就是没有加吊牌的部分。那这边的话，我们会先让这个0摆呢进到一个就是探查位置。那探查位置通常都是前后，所以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就是可以先让他回到探查位置，然后再来下指令，然后就会跟他说，如果这条超7的水晶手链它的能量是很强的，那就请帮我在顺时钟的时候让它的幅度可以越变越大，请用转动的幅度跟速度来告诉我它的能量有多强。那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开始在顺时针了。这边的话可以看到它大概转动的范围是在这个手链的中间，大概是50块大小的一个范围。所以它是有能量的，这是它目前的一个能量场。好，谢谢。停止探测的时候，它就会回到探查位置。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条，这是我们的生命灵数水晶手链。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能量范围有没有什么差异。那这上面是已经有加吊牌的。那一样就是我们请0摆回到探查位置。好，请你以顺时针还有摆动的速度来告诉我这一条手链的能量场多大。这边很明显就是它的转动的速度是比刚刚超7那一条还要快，蛮多的，不知道大家有发现吗？并且它的那个旋转的范围呢，已经超出了这个手链的圈圈。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非常快，而且范围又很大。好，我相信大家这样看应该会很有感觉哦。好，谢谢。然后就回到探查位置。OK， 那老师这边呢也会常常收到很多个案的回馈，就是如果有加吊牌的水晶手链，戴1个礼拜就会很有感觉；没有加吊牌的话，则会1个月左右才会开始有感觉。至于这边说的感觉呢，通常是我会解释为身心会感觉比较愉悦啊，或者是感觉事情有变得比较顺利。那对于敏感体质来说，有没有加能量吊牌，感觉是真的会差比较多的。老师本身也是非常有感觉的一个见证者，有的个案会觉得好像有加吊牌的手链会有一种源源不绝的电流感，会流进到自己的身体，也有个案会感觉自己好像被一股很均衡的能量包围住，然后不断在调整自己的身体的感觉，所以身体的感受其实是算很明显的。之前有一个有阴阳眼的个案，更可以直接看到护法神直接出来驱赶恶鬼，真的可以感受到妈祖跟西施娘娘双重的守护能量。所以佩戴第1周的调频是非常重要的哦。一方面可以知道自己目前频率的状态，体内是否有很多废物是需要被排除的，都会有很明显的感受。我这边也想要感谢我的艺术疗愈老师，就是廖文琼老师，愿意将奇迹术以优惠的价格分享给我的个案，一起来让大家感受这奇迹般的能量校准效果。
那生命灵数水晶手链真的会比一般的水晶手链还要有效果吗？因为每条水晶都有对应的脉轮，并且功效也都有所不同。那感谢现代科技的进步，让大家都可以在网络上轻松找到几乎所有矿石水晶的资料。老师之前也有在官网上去分享过空缺术的懒人包，以及在会员频道教大家怎么帮自己制作水晶手链，其实概念都是差不多的。如果你真的可以找到帮助自己疗愈课题的水晶，那当然是最好的。所以透过命盘去知道自己缺乏的，做一个适当的补充与疗愈，让每一个数字能量都可以趋近平衡，对我们人生来说就是最好的中庸之道。人就是因为内心不平衡才会产生负面的情绪，如果很多事情可以不那么容易打破平衡的感受，自然就不会产生过多的负面情绪了嘛，反而可以从各种挑战与逆境学习成长。对于老师来说，人生还是需要有课题的磨练，身心灵才会藉由事件而成长。但我们可以将这些磨练的损伤降到最低，也就是说让宇宙知道我们已经明白，已经顿悟了，就不需要更剧烈的考验来折磨我们的身心，让负面的影响越缩越短，直到我们灵魂知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都可以很快的去找到方法变通及解决，自然就不会害怕未知，而是可以更加的从容应对，这才是做人最快乐的事情。基本上没有人从出生到老没有遇过任何挫折感的，一定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么一些负面的事情，会让自己不开心、悲伤、难过，但是自己多久才可以快速的去调试，就是要看个人的功力啦。而老师配置的生命灵数水晶手链就像是我们专属的平衡人生导师，每一种水晶都是老师亲自感应与对话，了解他们的意愿，明白他们每一种水晶都愿意跟其他水晶人们合作，创造更大的能量。这样当我们哪个能量又开始低频的时候，水晶人们可以适时的拉我们一把，虽然不一定可以很轻松的翻转，但水晶人们能够教会我们怎么用正确的思考去看到问题的本质，找到解决的根本方法。我相信这就是大家最想要的吧。相信大家在这支影片可以更加了解这条生命灵数水晶手链能带给你的帮助有哪些，还有为什么老师需要这些资料才能够帮你配置一条专属的生命灵数水晶手链。目前官网的开运小铺有非常完整的产品咨询，希望大家可以前往去了解，也感谢大家花时间来观看这支影片。如果之后有任何关于生命灵数水晶手链的问题，也欢迎透过官方 LINE@ 732ELDPY 与我咨询哦。谢谢你们！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的内容，请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任何想跟我说的，都可以留言在下面哦。谢谢你们，爱你们，拜拜。